可是依他的年岁，我阿爷出世那年，他还只是稚子之年，这对不上啊。但是若他只是走私，他何须亲自千里迢迢来到益州？他后来接近我，又是要做什么？不用急，这些事呢，交给我去查，交给我去管。夫人，可还有更要紧的事情？什么？杨家的妖魔鬼怪，可不好对付着呢。夫人，你要小心了。他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因为你长得好看啊。哎呀，这三郎，这是家宴。你当了这个督察之后，你这官威太大了啊！你连我们杨家家宴，女眷是不能上台面，这条老规矩你都忘了？这便是你与督察说话的态度吗？哎呦呵，这是家宴，不是你警官府，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啊！杨敬林，你是忘了小时候我怎么揍你的了吧？不是，你说话吃饭就吃饭，你别拿筷子指着我，今天。啊，行了，一家人就不能和和气气的吃顿饭吗？啊，三郎的媳妇刚嫁过来，咱们家饭桌上也不缺这副碗筷嘛。最主要的是，让他借这个机会，认识认识宗亲长辈们。可别家的媳妇儿，也没这个礼数啊。再者讲，三郎的媳妇儿嫁过来也不光彩，也没资格登这老爷子堂。哟，夫人，你看这筷子是什么迂腐老木头做的呀？怎么轻轻一放就断了？没事吧？啊，我去换一双筷子。哎，三郎说他吃好了，阿公阿家各位叔伯，我们就先告退了。茵茵，你先坐下。茵茵入宴是我准许的，我也是女眷，我能出席此宴，且经营杨家的生意，是承蒙各位宗亲和主事的信赖。我请茵茵入宴，是因为茵茵亦不是寻常女子，不仅是飞花会的会长，日后也少不了经营我们杨家的生意，所以参加宗亲大宴是早晚的事儿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说到的。哎，阿嫂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能懂了。飞花会会长，她现在是我杨家的媳妇儿，那这飞花会迟早得入我杨家的门下。是呀，二爷，我说怎么好端端的叫着一起吃饭呢？原来是场鸿门宴啊！三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就算是杨家对我夫人有恩，也不该把我夫人的商会算作是嫁妆。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？你说谁呢？这么说话的，夫人别怕，谁敢让你不舒服，我就让他们更不舒服。我倒是想看看，我这新官上任的3把火会先烧到谁的身上。没意思啊，这菜一看就难吃。夫人，要不我们走吧？阿公阿家各位叔伯，我们真的告退了。
乌烟瘴气。你说什么？杨静兰，大哥，你看他这什么态度呀？这玩意儿他说谁乌烟瘴气？这个饭吃的，确实是没什么意思。不吃了。大郎，先送阿姨回去休息。是。果然很难对付啊！竟然还惦记你的商会。阿佳若是想要我的飞花会，那他便会一早就与我谈条件。这只能说明他想要的更多，筹谋的更少。这位主母，他不是坏人，但眼里只有生意。说起来，他比这所有姓杨的都更像杨家人，所以他才能当这个长氏夫人。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信誉，就算阿佳有自己的筹谋，我相信他会与我公平交易的。可是这杨家是个大家族啊，哎，在家族里生存和做生意是一样的。一开始就给出最差的态度，这往后你稍有退步，他们就会觉得你体谅懂事。一开始你就给出最好的态度，稍有不慎，他们就会觉得你离经叛道，忘恩负义。你以前是不是吃过很多苦？有些教训只有摔了跤才能学会的。才没有，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聪明。你也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，你只是放不下情面，怕我和家人关系更僵。才没，我这是先礼后兵。嗯，我信。哎呀，饭也没吃成，肚子真有点饿。我也是。那要不然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，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哎，我去给你做。夫人，三郎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也和喜欢的女人成了家，你能不能放过他们？别再折腾了。老爷是担心我害三郎？你不是害，是利用。你为什么让三郎的媳妇儿参加宗亲大宴呢？在饭桌上，你为什么要提那个飞花会啊？你敢说你不是想借助季莹莹的勇和三郎的职位来整治那帮宗亲吗？茵茵嫁到杨家，并没有白久。今天宗亲们都在，顺便认识一下，不为过。茵茵秀外慧中，她的才华老爷不知道，但日后你会知晓的。别人不知道，三郎抢了二郎的钱，但既然嫁到我杨家，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过日子。我一心想的都是杨家，问心无愧。你对杨家好，不容置疑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要败了会怎么样？你看大郎，至今都不愿意再娶，这还不吸取点教训吗？三郎跟大郎不一样，茵茵跟玉娘也不一样。这两个相爱的人能不能在一起，不在于外面的阻力，
而在于他们自己。两个人都相爱了，他们之间还会有什么阻力？相爱跟成婚那是两回事儿。相爱的人未必能够在一起，但像我跟老爷这样门当户对、相敬如宾，也许会相守一生。尝尝。怎么样？自从我阿娘和师傅走了以后，你是第一个专门为我做饭的人。这面有家的味道。你要是喜欢，我经常给你做。不用，以后我做给你吃。等着。是不是想喝酒啦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能喝，但你可以看着我喝。行，看着你喝。好酒啊！谢。真香。想得美。杨金兰，江湖上是不是特别自在，特别快乐？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这里？那你为何要留在这里啊？为了你。凭什么呀？就因为我是你盟友？秦妍阳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只是盟友吗？你觉得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仅仅只是因为你是我的盟友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喜欢你。那你呢？
啊？那你呢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我成婚了，我有家了。这是英英，是我的夫人，是我此生唯一的夫人。阿佳，我叫季英英，是您的儿媳。我知道三郎之前吃过很多苦，从今往后，我定让他珍重身体，日日开心。您在天之灵，便放心吧。杨家儿郎5岁后便会拥有自己的院子。但是我每天还是会跑这里来，这是我在外唯一会想念的地方。这是鸟笼吗？是啊，这么大。我阿娘喜欢鸟雀，喜欢看着这些鸟雀在笼子里叽叽喳喳，蹦蹦跳跳。我阿爷便天南海北的搜罗来各样的品种，还给他特制了这样一只大鸟笼，来哄他开心。我阿娘很爱我阿爷，但在杨家规矩的约束下，她变得行事谨慎小心，生怕给我阿爷带来麻烦。渐渐的，便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自我，就像这笼中的鸟儿一样，被困在了这个院子里。直到我阿娘去世的前一天，她叫我把这笼子打开，把里面的鸟雀全都放了出来。她对我说，要还给他们本该拥有的自由。英英，我不会像我阿姨一样，我想让你继续做自己。我想让你和我相遇、相守，像是一只鸟遇见另一只鸟，像是一阵风邂逅另一阵风，要更快乐、更自由、更肆意、更鲜活。可是你在我心里不是一只鸟，也不是一阵风，是月亮。我这条夜路很长，原本打算自己一个人就走下去。可是不知从何时起，只要我一抬头，就能看到月亮。风霜雨雪，阴晴圆缺，他总是陪着我。他与我说过，要给我托底。
从未食言。我想告诉我的月亮，事情结束以后，若他还眷恋江湖，我便陪他仗剑天涯。这剑穗，可是那日我不识抬举婉君夫人那条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河碎流波锦，其实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那天有光映在你的身上，我才有的灵感。啊，我还记得你说我杨静兰的承诺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。哎，会长，这成亲之后第一次见你，这杨家办事仓促，爷都没闹上洞房。哎，杨老三伤成那样，没留下什么隐疾啊34，你怎么能在魏书阁小女子面前说这个？对，他到底行不行啊？你闭嘴！行了，别闹了，我今日来是说正事的。平儿，你把大家都喊过来。好。再给我笑你，再给我笑你，就这样。我意思。规矩，入袖未干，你懂得什么是规矩？什么风把二叔吹来飞花会了？杨家的风。三郎媳妇儿，这飞花会在你的名下不是？你又加入了杨家，那么从今日开始，飞花会就并入杨家了。飞花会是众家共同建立的，杨家怎么能把其他家也划进来呢？众家，行，听三郎媳妇的。那以后众家就跟杨家合营，杨家经营有度，以后呢，杨家占大头。你们众家占小头，就这么定了啊？凭什么？因为季茵茵是你们的会长，凭她嫁入了杨家，那杨家的规矩就得比飞花会大，懂吗？哼，二叔真的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呀。但是现在飞花会与我无关。新会长，您与他聊。二爷，我这样做。是希望飞花会能走得更远。我如今是杨家的儿媳，若还继续担任飞花会会长，那飞花会必定会成为杨家的一部分。那到时候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全得按照杨家的规矩来，这样便会大大限制了飞花会的发展。所以为长远计，我必须卸任会长。爷爷的顾虑是对的，就如同今日，你们也不想飞花会日后处处受到杨家人的辖制吧？好，便是你不在了，这飞花会，爷爷该罩着还罩着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，就是要选出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什么？会长？那这新会长必定也得是个才华横溢且能服众的人才行。哎呀，不光才华横溢，更要有担当，最好是出自书香门第，风流倜傥之人。那个各位如果信任爷的话，这会长之职啊，照你的意思，这个新会长也必须得姓桑才行，对吧？
这样啊，我们飞花会什么事情都摆在明面上，向来开诚布公。想要担任会长一职的，我们举手表决，请举手。来，举手。好，同意我阿兄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同意陈三郎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目前陈三郎的票数最高，所以由陈三郎来担任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我阿兄和平儿平票，那就由他们俩来担任副会长。新会长的决策，副会长若是不赞同，那这个决策便无效。三郎媳妇儿，你这就不妥当了吧？你都已经嫁入我们杨府了，那你的产业该怎么处置，得杨府说了算。你这不妥当吧？夫人没与我说过这些，三郎也未与我说过。怎么倒是二叔来教我这些规矩？难道杨家的规矩是二叔说了算？你少拿夫人压我！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在外人面前，我是长辈，你跟我顶，你伤的是杨家的脸面，那事儿可大了。冒昧的打断一下啊，杨二爷的来意可是在于我们飞花会的归属之事。对，你算是一个懂事儿的。啊，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和我们家三郎媳妇的关系很好，你们若是不想看着他以后在杨府被欺负，趁早归顺了我。啊，我当然了，在生意上呢，我对大家都是多有恩惠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杨二爷真是慷慨啊！我这做了新会长，确实应该做出一点变革啊。那就请杨二爷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吧。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这事儿啊，我一个人说了还不算，还得问一下我的2位副会长啊，还有我们飞花会的成员们，同不同意我的决定啊？同意。怎么来的？同意。整个益州城都清楚。杨家是杨夫人说了算，您在杨家是什么地位，我不清楚。你不要以为提着杨家就能在这儿横冲直撞的。今日我们初次相见，您来飞花会闹事儿，我不打您啊，不打您。再大放厥词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浣花溪旁儿郎们的厉害。三郎媳妇儿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在外面这么欺负你二叔，杨府不会饶了你。会长，我这个新会长行吗？你得相信自己能行。从今往后，飞花会的会长只有陈三郎，没有季莹莹。你我都是飞花会走出去的，你是扛着会旗的，我只是带头打架的。走到这个地步，我是应该站出来，但我总觉着我与你之间还差了好些步呢。取会旗，去浣花溪，举行新会长之礼。要带我去取。走，走吧。走吧，新会长。哎呀，别取笑我了啊！哎，十字，别吃醋了，下次你当。嚯，写什么呢？
杨静兰，男，益州人士，少时喜骑马，好舞剑。怎么，在写自己的罪状？他想更深入的了解我，我呢也想告诉他，我们两个现在这算是彼此靠近。你们这都已经成婚了，还想怎么靠近？这成了婚，反而有些话都不好说。不管怎样，祝你们琴瑟和鸣，白首偕老。成婚只是权宜之计，权宜之计。怎么，你想悔婚，不想娶她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即便是我娶了她，我也不能不在乎她的感受。我们两个成亲，那是感情的开始，不是感情的终点。怎么，不喝了？玉掌柜可说，这可是你最喜欢喝的酒。是啊，是我最喜欢喝的酒。但我夫人也说了，她不让我喝。番商这边一直在查，明里暗里去往南诏的番商众多，真正排查起来还需要些时日。白胜那边也一直派人盯着，但是他府外一直有人护卫，咱们的人不敢靠太近。朱哥，你再派人去到南诏，找高兄帮我取样东西回来。什么东西？揭下某人的狼皮，一个让他原形毕露的东西。金娘子，下雨了，不如白某送你回去啊。这样的小雨，也不算什么，多谢白郎君。季娘子既然已经接受了白某的一半真心，那白某为季娘子打把伞、挡个雨，应该不足为奇吧？夫人，下雨了，我来接你回去。我夫君来接我回家了，多谢白郎君。多谢白郎君送我夫人一程啊！杨警官腿脚会变成这样，是因为夜路走多了吧？不然也不会如此严重。那也奉劝白郎君一句，少走点夜路，免得摔得更惨啊！夫人，回去。白胜很危险，你不该独自来见他，更不该再接近他。我心里有数。白胜在明面上他还是个生意人，他以生意人的形象出现在益州，定然不是桩巧合。既然如此，我在这件事上还有用武之地。你还打算继续跟他做生意？那个白胜，要我说，比起生意，他怕是对你更感兴趣。
大师姐。大师姐，你在看蚂蚁吗？我在照镜子。这是树啊，大师姐，哪里照得出来？那你还问？你是何人？我是小陈啊，陈诚。我百花门从未有男弟子，男弟子只有燕山派有。燕山派有招大哥。可赵大哥不理我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还不如当棵树。进来吧。玲珑每日都会晨练吗？和你顾大掌门怎么比啊？好歹我也是百花门大长老，不晨练怎么能行呢？你又挖苦我。说吧，这么早来找我，有何事啊？哦，我不方便一人去找一心，所以来找你。等我稍稍补个妆，便陪你去。你起先坐吧。我坐哪儿啊？哦，我的房舍不常来人。你且坐床上吧。算了，我随便走走。喂，靠边点儿，挡我光了。大师姐，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你是何人？我小陈啊。为何在此？二师姐，二师姐，快来！一心，一心，一心，你昨夜睡得可好？怎么可能？彻夜未眠，简直纠结的要死。那你心里可有答案了？没有，我没办法衡量这其中的利弊。哎呀，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。玲珑师姐说的对，你应该遵从本心，这毕竟是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大事，没人帮得了你。这即便是两派之间有些是非因果，可是那又如何？你只说想与不想，其他的不需要考虑。我其实是不想的。一心，你果然明智，跟我想的一样。可我若拒绝了，那岂不是闯了大祸了？他可是雨成仙呢，江湖第一人。百花门上下加起来，够他一掌拍的吗？这个确实有些棘手，所以我才纠结啊，不去便得罪了他。如今师父不在，也没人周旋。大不了我便去吧，与其连累别人，不如牺牲自己。哎，我想想，你先别急，容我想想，我想想啊。
玲珑，我都睡一觉了，你还在补妆啊？怎么了？补妆碍你眼了？我是真心实意跟你说，在我眼里，你已经是天下1等1的绝色女人，实在不用再画了。女为悦己者容，我们出去你便知晓。只有你这样的气质和身份，才能配得上我玉玲珑这般的美人。行，但是大姐，你能否快点？好啦好啦，怎么样？果然跟刚才没区别。没品位。二师姐，二师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一心，咱俩跑吧。你说什么？你，我，逃，走。我懂你个大头鬼啊！你出的这什么鬼主意？一心，你看我真挚的眼神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是在帮你。怎么帮？惹不起还躲不起啊！咱俩跑。你等等，听我说，这可是唯一的办法了。你不入燕山派，百花门也无需面对我师祖的压力，两全其美。你想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这样吗？跑？你终于想明白了。其实你入燕山派做我的师妹，我也是乐意的，只是你不愿意，我便一个人扛下所有。我说过，你离一心，终究是我君未妻的。你又没正经。哎，你快与我细说，怎么跑啊？跑去哪儿？来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如此痴情的女子，你呀，掐我干嘛呀？男的没一个好东西。他，走开！你啰里吧嗦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一句话：轻装上阵。对，我从未下过山，但师姐们往常出去办事，若不能当天返回，便要带不少东西的。哎呀，你们女人真麻烦，你什么都不用带，跟我走就行了。换洗衣物、脂粉、首饰，还有兵器，这些都不带吗？这些有钱都能买的，带它做什么？可我们有钱吗？没有，你有吗？我也没有，都被师姐们借走了。哎，没钱没关系，我们认识有钱人就行了。你认识啊？我黑狗叔是武林盟主，他在武定地界有好多产业呢。我们去找他，吃他的，喝他的，住他的。啊，会不会太麻烦了？别跟我见外，我不喜欢，知道吗？走吧，下山。哎，喂，天阙剑，就让他在这戳着吧，咱俩行走江湖，带着他太显眼了。走。哎，你要干嘛？等等。
我现在以掌门的身份命令你，眼睛给我睁开！赵醒墨，眼睛给我睁开！你要一辈子当缩头乌龟吗？行，你不说话不要紧，有些话我必须得跟你说。岳清秋已经为了你相思成疾，整个人都恍惚了。玉玲珑也说了，如果他世间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整个百花门都与你为敌。你的事我不管，但是如果因为你两派再度交恶，整个燕山派都容不下你。还有，你让他给你答复，给什么答复？你这是在逼他，为难他。你朝行暮向来我行我素，我管不着。你也可以学你师傅，带花掌门走啊。你做得到吗？那他做得到吗？燕山派多少人？百花门多少人？你师傅走了，有你有我，还有师祖和师叔伯他们。可他呢？他一个人背负整个百花门，你那么逼他，于心何忍？你希望他把百花门交给谁？玉玲珑，还是李一心？啊？赵醒墨，岳清秋看上你，真是瞎了狗眼！所以说呀，你让他给你答复，你是在逼他，为难他。那一边是师傅的嘱咐，一边是你的情谊。要是你，你怎么选？要是你，你怎么选？唉，这关键在于你，不在于他。说重点。他不能弃百花出嫁，你还不能入赘吗？当时想着跑就可以不受门规之扰，没想到给他造成那么多的困扰。我这就去找他。你先别急，就算你想入赘，也没那么容易，得先过了师叔伯那一关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大师姐她，青秋她怎么了？她几日不吃不喝，怕是啊！师姐，我已经让程程通知招大哥过来了，你别着急，他应该马上就到了。怕是再也见不到了。大小程师弟，二师兄，一心，等咱们找到了黑狗叔，我带你好好大吃一顿。啊！说的我都等不及了，咱们动作快点，走。慢点儿。青秋，
赵大哥来了。青秋，我来晚了。赵大哥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都是赵某的错。青秋，赵大哥，等等。青秋，赵大哥，青秋并非不想跟你远走高飞，而是师父他，若我走了，我的师妹们该怎么办？快走！这些时日，赵某让你受苦了。不怪你，我知你是率真之人，有些事不能思虑周全。我想好了，我要退出燕山派，入赘百花门，与你相伴终老。青秋，可是有哪里不舒服？青秋，赵大哥，来了，来了。我朝行木从今日起退出燕山派，入赘百花门。与岳青秋结为夫妻。太好了！青秋所酿的蜜茶实在甘美，
想必有其独到之处吧？无他，用心便好。青丘自幼辗转奔波，忍饥挨饿，没过上一天好日子，能吃上一块糖，就是天大的幸福了。在我入门之后，除了练功，便是酿蜜，用心的酿蜜。你身子刚刚恢复，还需静养。你怎么了？张某笨拙，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？不是，我是高兴，吃过那么多苦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甜。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苦辣酸咸都是我的，所有的甜都留给你。你说招大哥回去燕山派，辞去大长老的职务，你师父和那些太长老能同意吗？难。燕山派第4代大弟子入赘百花门，传出去，岂不打他们的老脸？人老了，面子比命都重要。那你还给他们出这种主意啊？那我能怎么办呢？眼睁睁看你大师姐死不成？不过，京城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如果大师兄铁了心，我想那几位老的也没有什么办法。如果他们俩的事成了，那我们俩……我们什么？师祖交代我们俩的事儿还没办呢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真是太奇怪了。一心平日只在这几个地方，不在演武场，也不在这儿，那他会在哪儿啊？别找了，你姐回去，我去找师祖复命了。这是什么？一幅画。画？啊！你我此次的变故，都是因误会而起。青丘若是想知道我的家事，我说与你听便是。招大哥若不想说，青丘便不问了。不，我想说给你听。从此之后，我们便再也没有秘密了。我家住在林州府。莫非是江湖第一世家招家？既然真的是那个招家，那可是江湖中数一数二的庞然大物，据说高手如云，声威震天。招大哥竟然是招家子弟。你一定以为我自幼锦衣玉食，是泡在蜜罐子里长大的吧？其实不然，我的幼年过得比你还惨。怎么会？
我娘是丫鬟出身，诞下我兄长后也没过上好日子，每日还要伺候那些主母们。后来生下了我，勉强混了个名分，却因病离世。我和我兄长自幼便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，爹不疼娘不爱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勉强没饿死。赵大哥，再后来，我们长大了些，便去家族的学堂里读书。可我那些弟兄们都说我们是野种，欺辱我们，将我兄长打得吐血。我实在看不下去，便离家出走了，拜入燕山派学艺。那兄长，他未曾和赵大哥一起拜入燕山派吗？他留在了赵家。他说他的路和我不一样，要与恶人斗，要报仇，就要与恶人为伍，学习他们的处事方法。待有朝一日他执掌了整个赵家，便要将曾经欺辱我们的那些人全部踩在脚下。如赵大哥所说，赵家龙潭虎穴，整日勾斗，那兄长他岂不是很危险？路都是自己选的。那赵大哥这些年，可曾与兄长有联系？从不联系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用恶人的方法便是恶人。我早就与他形同陌路了。青丘，我今日便回燕山派，禀报师叔伯们，我要娶你，入赘百花门。赵大哥，此事难为你了。是，此事想必不会那么容易的，师叔伯们也不会那么轻易就放我走。此事若能成，我就以烟花通信于你。师祖，我找不到一心师妹，你看她是不是有意躲避啊？不用了，你且伸手。你回头去问玲珑女娃要一粒百花天香丸吃。如今你修习幻花神功，便不再适合燕山派的丹药了。师祖，你是看出什么了？我观你九阴绝脉有发作趋向，你这几日好好休养，切莫受凉，凝神静心。师祖，为了门派，我顾玉郎纵然是粉身碎骨，也在所不辞。没必要，就你这弱凤扶柳的身子，除了讨敌骂阵的时候能用用，其他一无是处。一心入门之事，你莫管了。此事老夫自有计较。是。切记，凝神静心，
切莫受凉。师祖，大师兄和岳掌门的事知道，老夫懒得管，管好你自己吧。那师祖还……哦，咻，咻，哎呀！都2个时辰了，他愿意跪，就让他跪着。师弟，邢牧什么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认准的事儿，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那我就得由着他，门规不要了。别的事儿还好说，他要退出燕山，入赘百花，你们谁做得了主？啊？大长老没了，等师傅回来如何交代？哼！都给我回去，让他一个人跪着。邢牧啊，这可是师伯亲自炼制的，舒筋活血通络丹，来，拿着，拿着。哎，这孩子，哎。邢牧，起来吧，有话咱们慢慢说嘛。哎，玲珑，如何？师祖说了，一心入门之事，让咱们莫要去管。这是何意？不知，但既然师祖发话，咱们听着便是。哦，对了，师祖还让我问你要百花天香丸来吃，不知何意？你现在练习我百花功法。说不定吃了会有效，我明日便拿给你。也不知大师兄现在怎么样？我回去看一看。天色不早了，你路上小心。你也早点歇息。走了。
出来仓促了，早知道要露宿，应该带些吃食的。这果子就不错呀。一心，你不怨我吗？为何要怨你啊？因为是我出的主意，又没有算好路程，才导致我们两个在野外露宿，只能靠这个果腹。本来以为是游山玩水，没想到却让你吃苦受累了。我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啊，江湖儿女哪有那些娇惯毛病啊？你想多了。一心莫怕，有我在。我刚经过了天雷断体，这附近的野兽都靠近不了我。来，你离我近点。哦。吃这个。大师兄，吃一点吧，啊。起来，起来。你给我起来！赵晴墨，你是傻透了吗？旁敲侧击，循序渐进，你不会吗？你哪怕不行，咱来个先斩后奏呢？你这样算什么？胁迫吗？是不是师叔伯们不同意，你就跪到死？你死了，岳清秋怎么办？赵晴墨，